你家有没有过这样的争论？早上吃早饭，老爸给自己倒了一杯牛奶，老妈呢，给自己盛了一碗豆浆，然后两个人就开始互相嫌弃。老爸说，喝什么豆浆，没营养，钙少得可怜，还不如喝白水。老妈不服气，牛奶多腻啊，我一喝就拉肚子，豆浆才养胃，还没胆固醇，你夹在中间，不知道该站谁。这事儿我告诉你，绝对不是个例。你去任何一个中老年人的家庭，餐桌上几乎每天都在上演豆浆 vs 牛奶的辩论赛，而且两边说的好像都有道理。牛奶补钙第一，强壮骨骼，预防骨质疏松；豆浆零胆固醇，护心养胃，没有乳糖，喝了不胀肚。听起来谁都对，但你仔细想一想，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分出个你死我活呢？豆浆和牛奶难道就真的是有你没我的死对头吗？今天我用8000字的篇幅把这事儿给你彻彻底底讲清楚。这不是我拍脑袋说的，而是我翻了几十篇学术论文，查了多个国家的膳食指南，还专门请教了注册营养师之后得出的结论。准备好了吗？先说结论，豆浆和牛奶不是对手，是队友，他俩根本就不是2选1的关系，而是黄金搭档。一碗豆浆，一杯牛奶，双蛋白组合拳才是中老年人营养补充的最优解。但是怎么喝，喝多少，什么体质该选谁，什么情况下得避开谁，这里面学问大了。好，系好安全带，咱们开始。咱们先让牛奶出来亮个相。牛奶这东西真的可以说是大自然的馈赠了。从营养成分表来看，牛奶最突出的优势是什么呢？一个字，钙。我给你念个数据，你记住了，每100毫升牛奶，钙含量大约是104到120毫克。豆浆呢，同期数据，每100克只有5毫克左右，差了20多倍，甚至更多。你想想，中老年人最怕什么？骨质疏松。数据显示，50岁以上男性每天需要1000毫克的钙，50岁以上女性需要1200毫克。但实际情况呢，中国居民膳食营养调查表明，咱们中国人的钙摄入量平均下来每天只有400到500毫克，也就是说，大部分人每天连一半的需求都没吃到。而一杯250毫升的牛奶就能给你提供大约300毫克的钙，一天需要的1/3就这么轻松拿下。如果你完全不喝牛奶，光靠吃菜来补够这1000毫克钙，我帮你算了一下，你每天得吃1.5公斤的菠菜，一颗菠菜大约是300克，1.5公斤就是5克，你试试。所以牛奶之所以被称为天然钙库，不是吹的，而且牛奶里的钙还不一样，它是以乳钙的形式存在的，含有酪蛋白磷酸肽这种神助攻成分。简单说就是牛奶里的钙特别好吸收，吸收率大概在30%以上。植物里的钙呢，比如菠菜里的草酸钙，吸收率可能只有10%到15%。所以同样是补钙，喝牛奶的效率比吃菜高得多。除了钙，牛奶还有什么优质蛋白？每100毫升约含3克蛋白质，全是优质蛋白，包括乳清蛋白和酪蛋白，这2种蛋白的生物价，也就是身体能利用的比例高达91左右，在所有天然食物里属于顶级水平。还有维生素 A、维生素 D、维生素 B2、B12、锌、硒、钾等等。所以你说牛奶好不好？当然好，特别是对骨密度偏低的中老年人、术后康复期的人来说，牛奶就是第一选择。但是注意，这里有个大大的但是，牛奶虽好，但很多人无福消受。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长辈？一喝牛奶，肚子就开始咕噜咕噜叫，然后胀气，甚至腹泻。如果有，请你告诉 TA， 这不是牛奶上火，这是一个生理现象，叫乳糖不耐受。怎么理解呢？我们身体里有一种酶叫乳糖酶，它的工作就是把牛奶里的乳糖拆成更小的分子，让身体能吸收。但问题来了，很多中国成年人体内的这种酶活性不够，甚至完全没有。什么原因？基因决定的。根据多项流行病学调查，中国成人的乳糖不耐受发生率高达80%到90%以上，也就是说10个中老年人里8个可能喝牛奶都不太舒服。这不是什么病，
也不是身体弱，这就是咱们东亚人种的一个生理特点。很多欧美人乳糖不耐受的比例很低，只有5%到15%，所以不是你不行，是你没有那个基因。因此，对于这部分人来说，强迫自己喝牛奶，不仅补不了营养，反而会让自己难受。那怎么办呢？后面我会专门讲乳糖不耐受的人怎么安全喝奶。先别急，我们先把另一位主角请出来。现在轮到豆浆登场。豆浆可以说是咱中国老祖宗留下的智慧结晶。几千年来，咱们中国人没有牛奶喝的时候，靠的是什么？补充蛋白质、豆浆和豆腐。而且，豆浆有一个牛奶完全比不了的巨大优势：零胆固醇、低饱和脂肪。你看看这个对比数据，每100毫升全脂牛奶里，胆固醇含量大约是15毫克，脂肪约3.2克，其中40%到50%是饱和脂肪。豆浆呢，胆固醇是0，脂肪含量减半，约1.6克，而且80%以上是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是什么？是对心血管友好的好脂肪。所以，如果你或者家里的长辈体检报告上写着血脂偏高、动脉有斑块，那豆浆真的比牛奶友好太多了。还有豆浆里的大豆异黄酮这个成分，划重点，尤其说给家里的阿姨、妈妈、奶奶听。大豆异黄酮是一种植物雌激素，它的结构跟人体自身的雌激素非常像，但活性只有后者的1/1000到1/1000,000。它能干嘛呢？可以起到温和的雌激素调节作用。绝经期前后，女性体内的雌激素水平断崖式下降，这时候骨骼里的钙流失加速，心血管的保护屏障也减弱了。大豆异黄酮能轻轻地补上一点雌激素的作用。有多组临床研究表明，长期摄入豆制品的女性骨密度下降得更慢，更年期不适症状也明显减轻。而且很多人担心的喝豆浆会不会得乳腺癌，给你吃个定心丸。权威综述结论是，适量摄入大豆异黄酮不仅不增加乳腺癌风险，反而可能与风险降低相关。美国癌症研究协会、中国营养学会都持这个观点。所以中老年女性可放心喝豆浆。再来，豆浆还有一个隐藏技能，膳食纤维。牛奶里膳食纤维是0，但豆浆里有多少？每100毫升大约有1.5克左右。膳食纤维对中老年人的肠道健康非常重要，它能促进肠道蠕动，缓解便秘，还能帮助稳定血糖和血脂。你没听错，稳定血糖。中老年人最怕血糖坐过山车，豆浆的升糖指数在所有饮品里是出了名的低。所以如果你有三高问题，豆浆真的是你的天选之饮。但是先说个避坑指南，外面的甜豆浆绝不能碰。我告诉你一个恐怖数据，一杯500毫升的甜豆浆，糖的含量可能达到30到40克。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的建议是，每天添加糖的摄入量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你一杯甜豆浆下去，一天吃糖额度就全部用光了。所以豆浆请记住，必须喝无糖的，自己在家做，不加糖，在超市买，看配料表，配料只能有水和大豆，糖含量那栏得是0。好，两边都亮过相了，现在咱们来一个正面对决。不服气的可以拿小本子记一下。第一项，钙含量，牛奶完胜。这个没有什么争议，牛奶每100毫升含钙约107毫克，豆浆只有5到15毫克，差了10倍以上。所以如果你或者家里的长辈骨密度偏低，有骨质疏松的趋势，你必须喝牛奶或者吃其他高钙食物，光喝豆浆补钙，杯水车薪。第二项，蛋白质五五开，各有千秋。从含量上看，两者差不多，都在每100毫升3克左右。从质量上看，牛奶的动物蛋白略胜一筹，因为它的必需氨基酸比例更接近人体的需求。但豆浆的植物蛋白搭配谷物，比如配个馒头、包子，氨基酸互补之后，利用效率可以追平牛奶。第三项，脂肪和胆固醇，豆浆完胜。牛奶有胆固醇，豆浆是0。牛奶的饱和脂肪比例高，豆浆85%是不饱和脂肪。
心脑血管不好的豆浆明显更友好。第4项，膳食纤维，豆浆完胜，牛奶0分。中老年人普遍膳食纤维摄入不足，豆浆正好补上。第5项，维生素，各有特色。牛奶擅长维生素 ADB2B12， 豆浆擅长维生素 EK 钾镁。第6项，热量，豆浆更低，牛奶约65千卡每100毫升，豆浆约30到40千卡每100毫升。怕胖、控体重的豆浆更轻松。所以你看，比来比去，并不是一方碾压另一方，它们各有长板，各有短板。牛奶的长板，钙、优质动物蛋白；豆浆的长板，零胆固醇、膳食纤维、大豆异黄酮。所以，最明智的做法是什么？不是2选1，而是我全都要。接下来进入咱们中老年朋友最关心的雷区：豆浆嘌呤到底高不高？痛风的人能不能喝？很多长辈一查出尿酸高，立刻就把豆浆、豆腐拉黑了，觉得豆制品等于高嘌呤，高嘌呤等于痛风发作，这种连坐的观念，对不对？我直接告诉你结论，错，而且是科学上的大错特错。咱们来看数据，干大豆的嘌呤含量确实不算低，每100克大约190毫克。但是，请注意，豆浆不是干大豆啊，它经过了浸泡、磨浆、过滤、加水稀释、煮浆这一整套流程之后，嘌呤浓度早就大大降低了。根据中国食品行业的标准数据，普通浓豆浆1:8的豆水比，嘌呤含量大约在每100毫升14到18毫克。低嘌呤工艺的豆浆甚至可以降到每100毫升8毫克以下。熟豆浆的嘌呤含量大约在每100克29毫克左右。做个对比，猪肝的嘌呤每100克约260毫克，香菇的嘌呤每100克约210毫克，沙丁鱼每100克约290毫克。你说豆浆的那点嘌呤，在高嘌呤食物面前根本就是小卡拉米。更重要的是，中国高尿酸血症与痛风诊疗指南2019明确指出，豆类及豆制品与高尿酸及痛风发作没有明确相关性。甚至有研究表明，大豆蛋白能促进肾脏排泄尿酸，也就是说，适量吃豆制品反而可能有利于控制尿酸水平。当然，也有一个条件，急性痛风发作期，也就是关节又红又肿又痛的时候，暂停所有豆制品。但在缓解期，每天1杯无糖豆浆完全没问题。而那些打着痛风不能喝豆浆旗号的文章，要么是信息过时，要么是根本没看最新的学术共识。看完这一段，你可以放心地告诉爸妈，豆浆不是痛风的元凶，放下偏见。说完豆浆的争议，再来解决牛奶的争议。乳糖不耐受的人，难道就跟牛奶绝缘了？不是的，现代食品工业已经给这个问题找到了3个解决方案。方案1，舒化奶、零乳糖牛奶。这种牛奶在生产过程中用酶技术把乳糖提前分解成了半乳糖和葡萄糖，你喝下去的时候已经被消化好了，没有乳糖自然不会胀肚不适。方案2，酸奶。发酵过程中大部分乳糖已经被乳酸菌吃掉了，酸奶里残留的乳糖量非常少，大多数不耐受的人喝酸奶都没问题。方案3，从少量开始慢慢适应，比如每天从50毫升开始，分多次喝。有些人的乳糖酶活性虽然低，但并不是完全没有。少量分次喝，肠道菌群也会慢慢适应。最近有临床研究证实，每日少量补充乳糖可以逐步改善肠道菌群组成，减轻不耐受症状。所以不要一刀切地认为乳糖不耐受就不能喝奶，可以喝，关键是要选对方法。说到食物，咱不能光谈冷冰冰的数据。来，闭上眼感受一下，我说给你听。一杯好牛奶是什么样子？颜色是纯正的乳白色，光照下微微发亮。倒进杯子的时候，液体会在杯壁上留下一层薄薄的奶膜，慢慢往下滑。闻一闻，是天然的乳香，不是那种刺鼻的奶精味儿，而是一种淡淡的、温暖的醇味。入口第一感觉，用一个词形容：丝滑。它不是水的那种稀，也不是奶油的那种腻，是那种恰到好处的包裹着舌头的柔滑，
咽下去之后，口腔里没有怪味，只有一丝干净的微甜，那是乳糖自然带来的甜。而一杯好豆浆呢，它的颜色应该是温润的乳黄色或者柔白色，不是发灰的，也不是发黄的。如果是自家现磨的，表面还会浮着一层薄薄的豆皮，那是脂肪蛋白在加热后凝结成的薄膜。闻一闻，是浓郁的豆香，不是豆腥味。豆腥味是因为黄豆没泡够，或者磨浆温度不够高。正宗的豆香带一点坚果烘烤后的焦香，入口的一瞬间，质地比牛奶略厚一点点，但又不是粘稠，你会在舌面上感受到一种微沙沙的颗粒感，那是豆浆里的膳食纤维。咽下去之后，喉咙里会回上来一丝淡淡的甘甜，这是大豆低聚糖带来的后味，不是加糖的那种甜。你再想想那些不好的，市面上很多早餐摊卖的豆浆，喝起来像什么？像豆子味的水，颜色灰白，质地稀薄，一喝就知道是豆浆粉兑了很多水，甚至还有一股从没煮透的生豆子味道。牛奶也是一样，有些常温奶喝起来带一股纸盒味，闷闷的味道。因为 UHT 超高温灭菌工艺，虽然能让保质期变成半年，但同时也丢失了很多鲜的东西。所以什么才是高级感？高级感不是贵，是纯粹。一口下去，你能感到这个食物本来应该有的味道，它一点没少；本来不该有的杂味，它一样没有。聊完了口感，我们往深了挖一层，为什么有些牛奶就是好喝？为什么有些豆浆就是香？答案藏在原料和工艺里。先说牛奶，牛奶好不好喝？70%看奶源。同样是奶牛，吃的是牧草还是谷物饲料，产出来的奶差太多了。草饲奶牛，也就是在牧场上自由吃草的牛，产出来的奶中 Omega-3 脂肪酸含量是谷饲奶牛的2到3倍。Omega-3 是什么？是抗炎的，是护心的好东西。而且草饲奶的风味更丰富，有青草香，真的能品出来。除了奶源，加工方式也很关键。现在市面上的牛奶，按杀菌方式主要分2类：巴氏杀菌奶，低温杀菌，72到85摄氏，保质期3到7天，必须冷藏；UIT 超高温灭菌奶，135摄氏度以上高温瞬间灭菌，保质期能到半年，常温保存，哪个更好？从营养角度说，其实差异不大，因为钙和蛋白质都很耐热。但从口感角度说，巴氏奶完胜，因为巴氏杀菌温度低，保留了更多的乳清蛋白和天然活性酶，喝起来更鲜、更活。再说豆浆，豆浆的灵魂在于大豆品种和磨浆工艺。中国最好的豆浆用豆产自东北，特别是黑龙江的非转基因大豆。这种大豆蛋白质含量高达38%到42%，比普通大豆高出好几个百分点。用这种豆子磨出来的浆，浓度高，豆香足，出浆率也高。工艺上，懂得人知道一个暗号：熟浆法。什么意思呢？传统的家庭做法，先把干豆泡发、磨碎、过滤，再煮浆，这叫生浆法。熟浆法则是先把黄豆泡发，稍微蒸煮或者烘烤一下，再磨浆。这样处理过的豆浆去掉了豆腥味，香气更浓，口感更醇厚。还有一个细节，泡豆时间。如果想降低豆浆的胀气属性，建议大豆至少浸泡8小时以上，中间换一次水。泡豆能把大豆里那些容易产气的低聚糖，比如棉子糖、水苏糖，泡掉一大半，再加上煮浆时的充分加热，喝下去基本不会闹肚子。所以为什么有些豆浆喝了放屁多？不是豆浆的问题，是工艺不到位的问题。好工艺能给你好口感加好吸收，两全其美。好了，前面该铺垫的都铺垫完了，现在我来说说最核心的组合方案。为什么我会说豆浆和牛奶是黄金搭档？因为从营养学的角度，它们的互补性太完美了。牛奶缺什么？缺膳食纤维，缺大豆异黄酮，缺不饱和脂肪酸，这些豆浆全都有。豆浆缺什么？缺钙，缺维生素 ADB12，这些牛奶全都有。所以如果你只喝牛奶，你的钙补上了，但是肠道里的膳食纤维少了，心血管保护也少了。
如果你只喝豆浆，你的心血管和肠道舒服了，但补钙的目标远远达不到。只有2个一起喝，才能把所有短板都补齐。这种思路在营养学里叫双蛋白理念。2022年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就是这么推荐的：每天喝300到500毫升奶，同时摄入相当于25克大豆的豆制品，包括豆浆。你想想，官方都替你安排好了，两者根本不需要2选1。那具体怎么安排呢？给你一个黄金公式：早上1杯250毫升的牛奶作为补钙主力，晚上或者下午1杯200到300毫升的无糖豆浆，用来护心补充膳食纤维。两者相隔1到2个小时，完美错开，不会相互影响吸收。这样一来，一天300毫克的钙轻松到手，零胆固醇护心有了保障，膳食纤维给肠道清洁养护，大豆异黄酮给更年期的身体温柔安抚。你看看，是不是所有的坑都填上了？光说理论多没意思。来，我教你几个实打实的中老年人也能轻松操作的花样喝法。第一个，15分钟双蛋白早餐，照着做就行。1杯温牛奶，1碗咸豆浆，1个水煮蛋，1片全麦馒头。操作流程很简单，早晨起来把冷冻的全麦馒头蒸上，鸡蛋煮上，牛奶用微波炉加热45秒，温热不烫嘴即可。豆浆可以用豆浆机睡前预约，早上直接饮用。没有豆浆机就买配料，只有水和大豆的纯豆浆，加热即可。整套操作不超过15分钟，这一餐营养全面，钙、蛋白、膳食纤维、慢碳、卵磷脂全部具备，血糖平稳，能饱腹一上午，非常适合有糖尿病的长辈。第二个，豆浆拿铁，比咖啡更温柔。很多中老年人想戒掉浓茶浓咖啡，却舍不得醇香口感，又怕饮用后失眠，可以用热无糖豆浆替代牛奶制作豆浆拿铁。200毫升热无糖豆浆搭配一份浓缩咖啡或者速溶黑咖啡，想要无咖啡因版本，就用烘焙大麦茶替代咖啡，自带焦香，口感醇厚，喝着暖身，还不会影响睡眠，冬天饮用格外合适。第三个，自制豆浆牛奶布丁，不用烤箱，冰箱就能做。准备200毫升无糖豆浆，200毫升纯牛奶，混合倒入碗中，取2片吉利丁片或者10克鱼胶粉，用凉水泡软，将混合浆液小火加热至60度左右，不要煮沸，放入泡软的吉利丁片，搅拌至完全融化，倒入小杯冷藏3到4小时即可。成品口感比果冻软，比嫩豆腐 Q 弹，奶香豆香浓郁，无糖低卡，糖尿病长辈也能放心吃，适合当做下午加餐。第四个，黄金暖身饮，豆浆加姜黄。1杯热豆浆中加入1小勺姜黄粉，1小撮黑胡椒粉，再滴几滴椰子油搅匀即可。姜黄素有着出色的抗炎抗氧化作用，但单独食用吸收率极低。黑胡椒中的胡椒碱能将其吸收率提升20倍，椰子油的脂肪还能辅助溶解吸收。这杯饮品暖身养生，特别适合关节不适、常年手脚冰凉的老年人。前面讲的都是豆浆和牛奶各自的喝法，真正的养生高手还会搭配黄金外援，效果翻倍。第一个，黄金搭配豆浆加核桃、黑芝麻。打豆浆时加入1小把核桃仁或者1勺熟黑芝麻，不仅能提升口感香气，还能补充营养。核桃中的阿尔法亚麻酸属于优质 Omega-3 脂肪酸，养护脑血管，改善中老年记忆力衰退问题。黑芝麻每100克含钙780毫克，能大幅弥补豆浆含钙量低的短板。三者结合，兼顾健脑、强骨、护血管，一杯就能补充多重营养。第二个，黄金搭配牛奶加燕麦、铁棍山药。消化功能偏弱的长辈非常适合这个搭配。将生燕麦片或者去皮铁棍山药煮熟，蒸软后捣成泥，倒入热牛奶搅匀，制成奶糊。这款辅食无需咀嚼，极易消化，集合了膳食纤维、优质蛋白、慢碳和钙质，升糖指数低，饱腹感超强。早餐食用能饱腹至正午。对比营养单一的米汤，营养密度高出数倍，很适合牙口不好、术后恢复的老人。很多人会问，能不能直接给到每日可复制的吃法？当然可以。
我整理了7天双蛋白循环早餐计划，不用刻意记忆，直接截图保存就行。周一早上200毫升温牛奶，晚间250毫升核桃黑芝麻豆浆，早晚分开饮用。周二牛奶燕麦粥搭配1个水煮蛋，燕麦煮熟后混入牛奶，搭配鸡蛋补足蛋白。周三蒸红薯搭配1杯无糖豆浆，1个煎蛋。红薯提供优质慢碳和膳食纤维，豆浆补充植物蛋白。周四自制豆浆牛奶布丁，搭配全麦面包加芝士片，口感丰富，营养均衡。周五黑芝麻黑豆浆搭配葱花鸡蛋饼，清淡适口不油腻。周六低因牛奶咖啡搭配全谷物麦片，唤醒身体无负担。周日上午1杯热豆浆，搭配蒸玉米和凉拌嫩豆腐，清淡养胃，膳食纤维充足。坚持这套7日食谱，能足额补充钙质、优质蛋白、膳食纤维、大豆异黄酮和 Omega-3。每日食材家常易得，做法简单，7天不重样，好吃又养生。最后给大家分享超市选购牛奶、豆浆的3条铁律，帮大家避开所有消费坑。选牛奶的3条铁律：第一，优先选购冰柜储存，保质期3到7天的巴氏鲜奶，也就是巴氏杀菌乳，口感新鲜，营养活性保留更好，优于常温灭菌奶。第二，乳糖不耐受人群，认准包装标注零乳糖舒化奶的产品，避免腹胀腹泻。第三，血脂正常的中老年人优先选全脂牛奶，脱脂牛奶会流失维生素 A、D、E 等脂溶性营养，且全脂奶口感更佳，营养更全面。选豆浆的3条铁律：第一，配料表越短越好，优质纯豆浆配料只有水和大豆，但凡添加白砂糖、果葡糖浆、麦芽糖等糖分，一律不要选。第二，看蛋白质含量，每100毫升蛋白质低于2克的属于豆浆饮料，并非纯豆浆。优质无糖豆浆蛋白质接近每100毫升3克。第三，优先自制豆浆，睡前泡豆预约打磨，现磨豆浆无添加，豆香浓郁，远优于市面成品豆浆，性价比更高。掌握了吃法和选法，最后再补充几个关键饮用提醒，规避养生误区。饮用温度方面，牛奶无需煮沸，60摄氏度温热饮用最佳，高温煮沸会破坏 B 族维生素和活性蛋白。豆浆必须彻底煮透，生豆浆含皂苷和胰蛋白酶抑制剂，容易引发恶心呕吐。煮沸后需要继续熬煮5到8分钟才能安全饮用。饮用剂量方面，每日牛奶摄入量不超过500毫升，过量补钙会加重肾脏负担。每日豆浆摄入量也不超过500毫升，过量膳食纤维会增加肠胃消化压力。禁忌人群方面，肾功能不全人群需遵医嘱饮用豆浆，严重腹泻期间暂时停止饮用牛奶。搭配方式方面，无需将豆浆牛奶同时饮用，间隔1到2小时，早上喝牛奶补钙，下午喝豆浆养护心脑血管，吸收效果最佳。今天的内容干货满满，核心道理只有一句：豆浆和牛奶从来都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养生队友。各位子女不用再看着父母为2种饮品争论不休，直接把这段内容转发给家人，告诉爸妈不用2选1。牛奶强健骨骼，抵御骨质疏松；豆浆呵护心脑血管，调节身体机能。动物优质蛋白搭配植物营养精华，双管齐下，才是中老年人最完美的营养补充方案。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帮到每一个家庭。如果你觉得内容实用，欢迎转发家人，分享朋友圈，让更多中老年人避开饮食误区，科学养生。祝愿每一位长辈都能骨头硬朗，心脏年轻，3餐温暖，身体健康。